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男人必须要练的一种动作。很多人就说，男人不是应该去练深蹲吗？其实不是这样的。深蹲它主要是练你的大腿，它其中某一些环节可以刺激你的睾酮分泌。但是我们这个动作，它的每一个设计、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男人而存在的。所以这个动作可以更好的帮助你刺激睾酮分泌，也可以帮助你去解决前列腺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动作就是为男人而存在的。那么我们来讲一下站姿夹腿这个动作。首先，我们的双脚距离要和我们的肩差不多宽，然后其次呢，我们这个腿要微微的弯曲一点点。好，保持住这个距离以后，开始跟我做这个动作，整体都是一个静态发力。怎么去做呢？站直了以后，抬头挺胸收腹，同时把脚往内去挤，但是我们记住，我们的双脚是不离开地面的，就像我现在做的一样，双腿往内用力，你会感觉你大腿内部的肌肉在开始夹，但是这个夹完全不够。夹完以后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盆底肌也一起收紧，就是大腿夹，盆底肌收紧，同时我们的小腹要进行一个收紧。收紧完以后，我们开始吐气。好，来做一遍夹大腿，收盆底肌，收小腹，吐气。继续夹大腿，收小腹，收盆底肌吐气。好，这么去做非常的累。一般来讲，5到10下以后，你会感觉微微的出汗，甚至有的人开始暴汗这都是很正常的感觉。你看我就开始有一点点汗。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很好的去刺激我们的新陈代谢，同时做的时候会很好的刺激咱们的一个海绵体以及我们的前列腺，而且在保持夹和收腹的时候，也能更好的让我们整个人腰马合一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话不多说，大家跟着我去做，自己去体会。我是 David， 这个好的动作分享给你，一定要坚持做下来。你做个3到5天，你可能就会发现身体上带来的改变。那么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好的，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咱们来聊一个男性的话题。那么说起男性咱们都会想到2个字，叫做肾气我们身边会有很多的这些男同志他其实他的面相看起来就是很粗犷，骨架子也非常的大，而且身体当中体毛它也会比一般人要浓密得多。这个代表着什么呢？就代表着他的身体里面的这个荷尔蒙分泌的水平，以及他的睾酮激素分泌的水平会比普通人要高的很多。所以呢，他们一般骨架子大这个腿又粗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粗犷。那么用中医的一句话来讲的话，叫什么？叫做肾气非常的充足。那么随着咱们的年纪的一个增长一般来说到了35岁以后我们的肾气就会进入到一个持续衰退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不论你的肾气是否充足，我们都要做好一个预防，就是减少肾气的衰退，同时做好一些适当的锻炼，还可以有助于增加我们的肾气，让我们的身体维持在一个比较强健的状态。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一个男性的荷尔蒙帮助我们促进我们的睾酮分泌。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快速的去运动我们的大腿。我给大家来做一做，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好，那么首先呢，咱们要把腿分开这个腿分开的距离要比我们的肩膀稍微宽一些，脚尖呢要去朝着正前方。好，这个时候咱们要去做一个类似于这个深蹲1/3的动作就是蹲一半起来，蹲一半起来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就是说我们在蹲起的时候千万不要慢慢的蹲，慢慢的起我们要做的是促进睾酮分泌以及促进咱们男性荷尔蒙。那要做到什么呢？就是慢蹲快起具体给大家示范一下蹲，大概腿蹲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可以了蹲到一半，好，快速的站起，好，再来蹲，快速站起，好，再来起起，大家能不能看到？就是起来的速度会非常的快，然后蹲下去的速度会相对而言慢一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肌肉在受到这种刺激的时候，快速收缩的时候，它就可以刺激到咱们的睾酮分泌，以及刺激到咱们的一个荷尔蒙分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就是说慢慢的蹲下，让肌肉充分的刺激，然后呢再
快速的站起，这样的话肌肉受到的刺激啊，它越大，那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啊，它这个肌肉的水平啊就越好。那么同时，为什么咱们不做全部蹲呢？就是全部蹲下去，像深蹲一样的呢？因为很多朋友啊，他这个到了40岁以后啊，他的膝盖啊属于一个衰退的水平，所以说咱们去做的时候啊，就要去做一个半蹲。半蹲的时候去做这个动作，可以有效的保护膝盖啊，稳定我们的膝关节，所以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希望大家每天啊能坚持去做一个60个到80个，如果做不到也没有关系，循序渐进，我们从30个起步开始做，大腿发酸啊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要教大家一个比传统深蹲更好的动作，叫做通背深蹲。可以说这个通背深蹲啊，它非常的全面，也非常的好。传统深蹲有的优点啊，它都有。那么传统深蹲没有的优点呢，它也有。打个比方来说啊，传统深蹲我们都知道啊，练习我们的大腿，练习我们的臀部，可以强我们的腿部力量啊，增强我们的一个肾气，促进我们男同志的一个睾酮分泌。那这些啊，我们通背深蹲都有。那么通背深蹲有的呢，传统深蹲没有啊。比如说我们通背深蹲还可以强化我们整个背部，提升我们整个背部的力量啊，去让我们的整个脊柱关节啊打开，变得笔直。这些呢深蹲就达不到，而我们的通背深蹲啊就非常的全面啊，全都能做到。好了，我们也话也不多说啊，直接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保证你会喜欢。这个动作啊也非常的简单，咱们的上身啊采用3点式的固定。什么叫做3点式的固定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我们的一只手啊，大家看啊，看摸着我们对侧的肩膀，另一只手呢也搭在对侧的肩膀，你看。你把这个动作啊，只要一旦的摆起来了以后啊，我们注意啊，只要把这个动作摆起来了啊，你的整个后背啊就完全的被固定住了，而且啊是强迫性的让你的整个脊柱啊变得笔直啊。不信啊，大家来跟我做一下啊，我们手一摆，摆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这个头啊，你看，不是手摆好了以后，它会把我们的头往前这样去压，对吧？所以我们头啊要做一个什么呢？要做一个主动的啊，头往后往上去仰这样一个动作，形成一个力量的对抗。你看这样是不是强化到我们的颈椎？所以呢，它叫3点式固定。你看2个手啊固定在我们的肩膀上面，头和我们的交叉点啊进行一个固定啊，形成一个什么呢？侧面来看啊，形成一个我们的整个胸腔。背全部打开啊，这是我们上半身的一个姿势。好，我们再看下半身的姿势啊，有别于我们传统深蹲啊。传统深蹲呢，一般是什么呢？这个脚尖朝前啊，这个开的一个距离啊，也是不是很宽的啊。我们这个呢是什么呢？属于一个这个腿啊，看往外打开，脚尖向两侧啊，蹲起，蹲起。这样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可以很好的强化我们的一个腹部，让我们的腹部内收。同时在蹲起的时候呢，你看膝盖的一个角度啊，非常的好，对于我们的膝盖的一个压力来说啊，会减少不少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动作做好啊，3点式固定上身，头往上看，往前看啊，要感觉颈椎啊时刻在用力啊，腰背、胸颈啊，这个全部打开啊，这个背啊，感觉这个肌肉绷得紧紧的。动作保持好，腿往下，好，就这样。你会发现越往下蹲啊，我们的背部受的力量就越强。来，2啊，来3，好，4、5、6，好。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做完你就会发现啊，慢慢的整个脊柱啊就有一种完全被打开的感觉。然后做完以后，你去活动一下肩颈后背，非常的舒服。同时腿部你也锻炼到了，所以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全面的啊锻炼我们全身的一个动作。可以说深蹲有的它都有，深蹲没有的它也有。大家不妨每天啊练起来。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就是一组啊20个，一天啊做上3到4组啊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赞，长按给我一个超级赞。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啊就是叫做深蹲。那深蹲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出名，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啊能实实在在的带来很好的改善。那其实男性啊去多练点深蹲，一个可以去增加我们的筋骨，第二个增加咱们的肾气，让我们的阳气啊更加充足。第三个啊可以去改善咱们这个下肢疲软
还有我们这个前列腺的一些问题。那女性练深蹲呢，可以帮助咱们塑造咱们更好的一个臀型，以及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盆腔里面的一些代谢，让我们盆腔里面的一些杂质可以代谢出去，远离很多的妇科问题。那么深蹲这个动作其实讲起来简单，但是咱们做起来一定要把细节做好，不然这个深蹲其实它还是有一定危害的。比方说，如果你做的不到位，那么你的这个膝盖极有可能造成损伤，以及你的腰椎因为过重的一个身体的负荷，那么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今天咱们就把这个细节给讲清楚，大家没事多练练深蹲每天都可以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好，我们看下动作怎么去做。那首先起始的姿势就是咱们的双脚要和肩膀同宽然后呢，刚开始咱们讲一个重点，就是咱们刚刚讲的膝关节千万不要往前一蹲。很多人做深蹲，因为他没有过一些这个力量的支撑，所以他会做成这样这样去蹲。大家注意看，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重量全部会压在咱们的这个膝盖上面，也就是说我们在蹲下来的时候这个膝盖承受了它不该承受的力量。本来这个力量呢该我们的脚踝承受，结果被膝盖承受了，久而久之膝盖就造成了磨损。第二个就是咱们蹲下来的时候这个腰它会往前弓往前弓，那么这个时候呢腰椎也承受了它不该承受的力量，所以这两个一定要去避免，否则这个动作就变成了伤害你身体的动作。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怎么去做。首先我们讲一下练习式就是在咱们这个身后我们可以去放一个小板凳，比方这个小推车就是咱们的一个小板凳。咱们坐就想象咱们怎么去做呢？咱们要往下坐，对吧？坐到这个小推车上面咱们就往后这么一坐坐的时候呢，咱们要不要坐实？就虚虚的屁股虚碰在上面，然后再慢慢的起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完成了一个深蹲。而且我们在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比如我坐在这个小推车上面，我的膝盖和脚尖它是处于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构位置所以说在这样做的时候呢，它就不会伤及咱们的膝盖咱们就刚开始拿个板凳在后面，就轻轻的虚坐在上面，然后起来，然后再来虚坐在上面，起来，再来继续虚坐在上面。慢慢的，你练习的次数多了以后咱们就把这个小推车给拿走拿走了以后呢，咱们就开始来蹲，好起，好，正面演示一下蹲起，还有一个侧面演示一下蹲。好起，注意蹲的时候这个腰千万不要去弓起来咱们这个腰部一定要保持直立起身，好起，就这样的一个很慢的频率去做，千万不要做得很快，就是快速下降，快速起来，快速下降，快速起来。在这样的这个动作当中非常容易损伤咱们的一个膝盖以及腰部，所以我们要慢慢的下去，好蹲住，慢慢的起来再来慢慢的下去，慢慢的起来。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们的这个核心要收紧，这个脚尖和膝盖的方向要处于一致的，千万不能这个脚尖往外打开，膝盖往内扣变成这样蹲起蹲往里面去夹，这个呢动作就做得不到位了。深蹲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做个3到4组，然后每一组呢做一个20个到50个，根据自己的身体的一个能接受的一个强度而定。比方说我身体很弱，那我们刚开始就建议大家做20个为一组。那如果我的身体很强健，也有一定运动的基础，那我建议大家就是50个起步，甚至咱们可以在肩膀上面做一些小的负重增加腿部的力量。总之，深蹲这个动作很好咱们经常练一练身体就会变得更加健康。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大家也可以把我的视频分享给更多的人，那更多的人一起健起身让我们把健康传播得更远。那大家关注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腿部实在是太重要了，有一句古话是这么形容的，叫做树老根先枯，人老腿先衰。这个腿部占有全身肌肉总量的60%的肌肉占比，腿部非常重要。如果你开始感觉到这个腿部变沉了、变重了，走路如同灌铅，这就说明呢，你这60%的肌肉开始怎么样？慢慢的变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介入锻炼，把这个肌肉重新的变强。那么怎么去锻炼我们的腿部呢？当之无愧的就是一个动作，叫做深蹲。深蹲这个动作它并不是说你人人都能练的，因为你要去掌握正确的深蹲姿势，咱们才能正确的去做深蹲，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膝部、我们的腰部在一个很好的受力范围之内。所以呢，今天
天我们就讲一个深蹲的最基本的，就是如何正确的掌握好深蹲的节奏。你只要掌握好深蹲的节奏，每天去练习一个20下到50下这个区间，根据自己的能力状态而定，坚持7天到10天左右，慢慢的腿上的肌肉就会越来越结实。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好的，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解动作。大家看，我在这里呢，先拿了一张小板凳作为演示。为什么要拿小板凳呢？我们刚开始练习深蹲的时候，不要盲目的上来就蹲。这时候你蹲的时候，你很容易犯一种错误，是什么？很常见。你这么一蹲，你会发现我们正常蹲是垂直向下蹲，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膝部是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脚尖。在这个姿势之下，我这么蹲一会儿，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我的膝部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尽量保证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膝部啊不要太超过脚尖，或者呢你和脚尖保持一条平行，像这样的。就是比较好的，在这个范围之下，你的膝部是一个正常的受力状态。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最好是拿一个板凳开始练习。你看，假设这是一个板凳的平面因为这里没有足够的道具拿这个也是，这是一个板凳的平面。我们做的时候就这样看，慢慢的先把这个身体往后坐，就想象我们坐着板凳上面一样，就这么去坐好。你看这么坐好，就坐在这个板凳上面，想象一下，虚着坐腿上保持一点发力，然后慢慢的想起来。这么起来，好，就是起来了。这其实就是一个深蹲的发力姿势。然后慢慢的，我们手把往前伸，慢慢的去练习怎么样？臀部碰着板凳，然后呢不要碰实了，慢慢的起来。起来的时候腹部收紧，你看来1，好，收紧，2，好，3，不同角度给大家看一下就把这个板凳撤走，看一下不同角度碰，看一下。假设后面有个板凳，就这么去碰一下就起来。碰一下就起来，慢慢的，不要快，慢慢的。当你能感觉到我碰一下，虚着碰一下，然后再起来，这个节奏比较好。练习个10下、15下以后，我的膝盖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好，慢慢就可以把板凳撤走，就像我一样，板凳撤走，我们直接开始练。做的时候，双脚脚尖朝正前方，然后呢，我们的膝部和脚尖是同一条直线，你千万不能出现什么，看好一个错误很常见的，脚尖朝外，膝盖朝内。这个做的很夸张，但是很多人是这样的，或者呢，这个膝盖朝内膝盖和脚尖不在一个方向这就不行。膝盖脚尖在同一水平面上面，然后慢慢的你看，蹲下去以后，大腿和地面平行即可，站起来，不用完全蹲到底不用完全就这么蹲，这就不行了蹲到你看和地面平行起来，腰部这里不要弓着，很多朋友做的时候这个腰部就弓着了不要弓。腰腹部收紧，收紧了以后来蹲，起，收紧，蹲，起，收紧就这样去慢慢的练，把这些基础的去练好了以后，这时候你就已经掌握到深蹲了。然后深蹲这个动作呢，我们刚开始新手练习的时候还可以扶着墙，手扶着墙去慢慢的练。你也可以把你的脚慢慢的怎么样靠近墙面一些，这样的话你只要膝盖一往前顶就顶着墙了。假设这个是墙面，我这么一坐，膝盖顶着墙，那就知道是不对的，对不对？所以手扶着墙，慢慢的去练习这个姿势，这样就能把深蹲给它学会。那么当你学会深蹲、掌握深蹲以后，我们正常是20下到30下为一组，每天做上一个3到4组的锻炼。这样的话，你的腿部的肌肉就能得到强化，同时我们的腰和腹也能得到锻炼。深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但是在做动作的前提下，一定要把动作做规范。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一个深蹲的新手教学。希望大家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同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打上有用2个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跟着看，跟着练，把细节掌握好了，自己才能怎么样保护好自己。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肾气不足的人应该怎么样去锻炼呢？答案就是去练通背蹲。通背蹲呢和深蹲有相似的作用，就是能够完全锻炼到我们的大腿。你要知道，腿部占有我们全身肌肉总量的60%，这个大腿实在是太重要，它能让你的大腿练得结结实实的，同时对于我们男同志来说还可以增加我们睾酮素的分泌。可以说深蹲能达到的，咱们通背蹲也能达到，而深蹲达不到的点，比如说锻炼我们整个背部的肌群，这个通背蹲也能达到。
这个通背蹲啊，非常的干，非常的有用啊！大家一定要记得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把一些细节给记住，每天打开跟着去练。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通背蹲啊分享给大家。通背蹲它分为2个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下盘，下盘基本上是和深蹲一样啊，我们慢慢的往后去做，然后起来。刚开始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后面一定要放一个板凳，为什么呢？你要去找这种感觉，因为这个动作的标准很重要啊。我们慢慢的去往这个板凳上去坐，哎，就这样去坐上去，屁股可以完全坐上去，然后再站起来。这个呢，其实就是深蹲的一个标准啊。整个过程当中，咱们的腰部啊不要这样弯着去做啊，一定要把它直起来，腹部收紧，慢慢的去做，然后去起来。逐渐的，我们这个板凳啊变成了什么呢？用屁股虚虚的这么碰一下。起来，好。当你练习会了这个腿部的动作，其实你也就会深蹲了。然后紧接着我们要练习什么呢？就是通背蹲。通背蹲上面的部分怎么去做呢？非常简单啊。我们下降的时候，双手放在我们头后，双手捂着我们的大椎啊，然后呢把手这样打开啊，这样的一个姿势。下降的时候，我们把手张开来，环抱。起来的时候，手这么一折，对准哪里呢？对准我们的大椎，看好，来，1，起来，好，来，换个姿势，2，起来，3，你会感觉在这个姿势之下，我们的整个背部啊，你看想弯，我想把我的背部去弯，我只要手往上去伸，我这个背啊是很艰难、很难弯下来的。所以这个动作它起到一个很好的什么呢？固定作用。啊，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啊，起来就这样去做，你去做上一个10下到20下，你会感觉明显就不一样。刚开始练习的朋友啊，你在你的屁股后面放一张椅子，做的时候是什么呢？你看往后坐，然后起来，这样啊，放一个椅子，万一咱们做这个动作做不好，哎，你怎么样？一下子还有个地方去做啊，保证自己的一个安全性。这个通背蹲啊，一定要长期的练习。我建议大家。刚开始每天做10个到15个，慢慢的把这个动作去增加它一个次数，可以从12个到15个变成20个到30个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每天去做上一个2到3组，这样的话对身体啊就是非常的棒。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动作，那么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一定要在评论区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谢谢大家。